我就有被算命说，你在32岁以前结婚的话，一定会离婚。然后我第一段婚姻我就离婚了，我就看到那张纸 ，Oh my god， 真的被他说中了。很多华人很喜欢算命运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相信这个东西，他们就变成一个大懒虫。我以前有一个导师，他会说一句话，他说 "Show me your friends, and I'll show you your future." 你给我看到你的朋友圈子，就是你的环境，我就给你看到你的未来。环境比命运要重要，主要的是命运你改不了了，环境你可以改，你改变你的环境，你也有一部分改变你的命运。太负面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命运，就会真的好像不好。但其实，你这句话讲得很好。对啊，金句。我发现很多华人很喜欢看算命运啊什么之类的，八字啊，对，这种东西。然后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相信这个东西，他们就变成一个大懒虫。大懒虫就是因为就是躺平嘛，就觉得好像反正都这样了，那就算了，我的人生反正就只有这样子了，就这样吧，反正都是命啊，都是命。但是我感觉，如果我以前，因为我家里可能都是比较迷信，然后如果我照这样子相信的话，那可能我也不会得到我现在有的东西。我是觉得环境比较重要了。你刚刚说，Master，你刚刚说，你们家都会去算这个，那你之前有没有听到算命师或者是您爸妈说你的这个命运跟你现在有没有那个落差？我不知道他是说的很准还是，结果还是准的吗？不知道以前小的时候，其实我小的时候嘴巴没有现在那么大，然后10几岁的时候嘴巴就越来越大，然后那个时候好像去算命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人肯定是靠嘴巴赚钱的。那是准的耶。对啊。我之前忘了，把这个事情忘了。对，我也在思考以前我是什么。他们好像只有说我的对象好像在南方。然后嘞？然后我也不知道。纽约是南方吗？不是，没有，就是他不一样，有可能是家乡，有可能是那个我也不知道，现在还不知道准不准。对，现在还不知道准不准，还没有确定。那你有算过命吗，妮卡？有。你算怎样？但好像每一次都不一样。那不准。每一个算命师讲的都不太一样。那他是算整个未来吗？还是算就接下来这1年这样？说我大概的状况，但我后来都不太算了，因为我觉得因为他们全说不一样。对，然后会影响我的，就我觉得会影响我的心情，跟影响我行动。对，会影响。有些说过不好的东西吗？也有。可能我比较幸运呢，我好像没有算过不好的。都是好的。我爸爸小时候好像有说，就是什么我长大什么会做苦工之类的。但后来我发现好像是我爸就是为了要激励我，然后故意讲一个那个骗我，就是要我努力一点，然后这样以后长大才不会。对，但是但我真的好像有一阵子就会觉得，那我是不是那样？那我是不是要更努力一点吗？对，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还是事在人为，就是看自己怎么，就是决定自己的那个。我好像我也没太有印象，他们到底算命说我什么，我好像不太会记得。我记得在之前的时候，我就有被算命说，你不可以在32岁以前结婚，你在32岁以前结婚的话，一定会离婚。然后原本我就忘记了这件事情，然后我第一段婚姻我就离婚了，结果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就有因为他写在纸上面，然后他可能被我收到某个抽屉，我在整理家里房间的时候，我就看到那张纸。Oh my god！ 真的被他说中了，然后我那时候就离婚。你说到这个，我有想到，我记得我妈妈之前帮我算，好像有说，好像也是我不适合早婚。她说如果我早婚的话，也是一样会。可不可以这样说？如果你跟100个人说，如果你30岁之前结婚，你就会离婚，你多少？70%可能都会中。有可能，
有可能，我觉得很大的几率。年轻人不懂事。对，这可能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以后你要当算命的话，记得要说这句话。要说这句话。你先问几岁啊？没到30岁，你说好像那个是几率，那是几率。年轻人的离婚率比较高。我也有听说有一些人算命，或者是有一些类似这种老师，就是会看命盘老师，他们好像会讲几个点，好像是大部分的人会中的点。通过这个点你有听过人家讲这个？对，我有听过别人讲这个。你说他是算命的？算命的，他好像你说他泄露自己的那个，他就是承认他有做。对可是我听到别人有在说这件事。他们好像会先讲几个点，会让人觉得，你是信任他的，你觉得他算得很准。对，我大概有知道这个，通常都是就是神明起身的那一种，他可就会把你的身世都跟你讲得很清楚，这样你就完全相信他了，所以他说什么你都相信。对对对，就好像被身家调查，台湾真的有这样子的当机童，对。但是你说，我后来好像都会，其实他们到底实际上算什么，我真的有点忘记了，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如果被就是这样讲出来，我会没办法活在当下。那我宁愿就是我不要知道未来，那我就活在当下，就一步一步做该做的。对，我现在也不会随便乱算命了耶。因为我记得我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很爱算命。那时候我就算，他就说你男朋友现在在跟别的女人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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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开始打电话，你到底在干嘛？你是不是骗我？神明都告诉我了。以前的时候真的就是很疯狂，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我反而被这些算命师的话语给左右住了。就是我就开始意识到说，我活的是当下啊，我感受的是当下，我为什么要听算命师的，然后去失去一段关系感情？至少我当下是好好的。对。然后后来就想开了之后，就发现还是不要算命好了。而且不止算命，就是连很多时候 IG 或是 Facebook 的都有那种，你说就是那种测试，或是那种类似。然后我觉得我也会因为被那个影响，然后就可能因为看到一些就是可能会怎么样，然后我就反而容易产生一些事情，然后好像不看就还好，然后看着反而多想，然后可能就因为那样，然后被跟伴侣吵架之类的。所以其实会不会其实说算命是一种用一种言语来去改写你的潜意识，让你变成了那样子的行为，会不会是这种感觉这种说法？他有这个部分，但是你八字就是八字啊，那你肯定是有注定的东西，对不对？就是你成长也是注定的，环境你当时的环境也是注定的，你小婴儿你没有办法做决定啊，所以还是有很多东西注定的。我只记得去年的时候算的时候，他说我的前半生都是很大方，我说蛮准的。他没有讲的很 detail 啦，他就说我是一个很大方、很努力的人。然后吃亏吃得多，然后就变成没有，他没说我吃亏。这个不是也是这不是也是大众化的吗？对，你是不是大众化？就大家都是。以前都很好，对所有人都很好，现在会保守一点。那这个也是大众化。他讲我弟真的讲的好准哦。怎么说？因为他就说我弟在34岁之前会有类似那种牢狱之灾。他说还蛮准的。然后就遇到了类似了。就是他原本就有经历到，他这是已经经历过了。后来他讲的时候觉得好准哦。那个应该就是算命宫，就是八字的命宫，它里面会有写一些牢狱之灾的东西。对，有可能。它上面会写。对，它这个东西就像你说的，就是的确会有一些东西是注定的，但是很多的算命师他不能，其实是天机不可泄露，不能跟你讲的太多，所以就会讲的很大众化给大家来听。但是我觉得我们千万不要因为算命，然后就被算命师左右了我们的想法，然后真的去改写了我们原本其实可以走更好的一个命运。我以前有一个导师他有一种算命，但是他那个算命跟我们认识的算命不一样。他会说一句话，他说 "Show me your friends, and I'll show you your future." 他说你给我看到你的朋友圈子，就是你的环境，我就给你看到你的未来。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非常相信的一个东西。就有一些东西是注定，但是
你在不对的环境里你根本我觉得很难，不能说没办法，但是很难。但是如果你环境大家都很健康的，你会比较的健康，对不对？如果你环境是比较有动力的，你也会多一点动力。我觉得我很相信。如果你的环境每天很喜欢，每天都很懒，然后想睡觉的，那你也很大可能会这一定是的对啊。对，所以我觉得，就我现在，其实我好久没有算过命，因为可能我爸他很多时候他专注在一些负面的，通常他算出来他都会让你小心，这个日期要小心，那个日期要小心，身边可能有什么什么人会怎么骗你，然后他会说很多这种，然后我听就觉得哇好累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不知道，其实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要算命，然后我自己就不喜欢算命，所以我就几十年都没有算过命。对，然后我对那个没感兴趣，但是我唯一我会一直注意的东西就是我的环境。对，我会看到有一些人进来，有些人出去，有些人进来出去，然后我会很意识到说，哎，这些人他们自己的生活习惯或者什么的，然后对我来说健康不健康，然后如果他们的生活习惯，我感觉如果我进入那个世界的话，他不会让我进步或者让我更进一步达到我要的一个目标，我觉得我会离开。对，我要不离开，或者我会想办法让他们离开。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环境是很重要的，对不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东西。我觉得很多人，尤其是在我们的那个圈子里，我们学院然后好多学生，然后我觉得大家都觉得他们很正面的，大家都觉得很正面。然后包括很多人会说我想加入团队，然后说对我也很正面的什么的。当加入团队之后，你会发现抱怨这个抱怨那个，或者说别人坏话，然后你就发现说，我觉得很多人认为他们是最丰盛、最正面的一个，最正面的一个。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有很多 level。对，我觉得有很多 level，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觉得他们自己很正面的，然后环境已经很棒的那些，其实他环境并没有那么棒，然后并没有那么正面，很多时候还是会抱怨我这个还有说别人。对，到我是在那个10几年前在教会里面，我就有发现这个问题，因为教会它也是一个群体，它也会说大家就是教育我们要在一起。后来我也是在里面就发现，哇，其实好像真的不是所有人都是这么所谓虔诚，或是这么就像这么正面这样子。对，也是有很大的落差。所以因为我可能在教会有经历了这个时期，还有一些恶评时期，还有一些人就是互相去攻击的时期，所以我后来现在到了反而我进到这个环境，进到这个学院，我可能已经看透了这一切，已经看到了这些人性的东西，所以就比较不会。因为有一些人他们真的进来学院，他们遇到了不同的人，或者是真的很深入接触的学员，发现有一些人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他就有很大的性落差。我反而好像这一块很少，因为我会觉得人性就是这样，因为可能之前我已经经历过一些事情。对，在环境里，我自己个人我个人最怕的是说别人的那种人，或者批评别人的那种人，就是他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尤其是外面的人很多人会意识到，但是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我觉得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因为他们自己本身觉得自己很正面。但是这个是一个我感觉我认识你，在这一年认识你，我发现你完全好感觉完全没有这个东西。你说妮卡吗？我觉得很少有你这样子的，因为经常会在某一些环境，然后有一些人可能说别人，或者说这个人或者那个人，然后我会观察，然后我发现你很多时候你就会坐在那里，然后你尽管你喜欢这个人或者不喜欢那个他们说的那个人，或者你有任何的经验也好，你都不会发表意见的。我觉得这样子真的很棒，因为
你会发现发表意见的那些，我知道说那个谁谁谁，然后怎么样，然后以前怎么样，然后你会发现他们的那个能量，就他们也会马上停止了，因为他会发现，你干嘛不跟我聊这个东西，或者没有人跟你聊这个东西，明明你认识这个人，你都不说几句，然后没有人补几句的话，所以为什么我说环境那么重要？因为无论你本身是一个喜欢批评别人的、喜欢八卦的人，然后如果你在一个环境里，然后大家都不说别人的，其实你这个能量里，你没，因为能量喜欢被关注嘛，对，你不给他能量的时候，他就就停止，没人理我这样子，他就会算了，对，所以他这种不好的能量就是会因为这个环境，因为身边的这些人，所以就停止了，就能够因此改变我们的命运，对不对？肯定会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在专注的是专注在自己身上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课题，那通常你会发现说别人什么什么的，其实是自己的一些没有安全感，所以有很多人他会把别人踩地，然后自己会显得比较那个，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会观察。我好像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所以我几年前我好像就是因为朋友圈，就是他们会比如说讨论一些新闻八卦啊什么，然后我可能也会加入，然后但是我后来就觉得意识到那样子好像不太好，然后我就开始停止了。是自从你自己上新闻八卦后吗？不是，但其实我好像从小到大，我一直都会就是不小心被人家背后讲一些什么，从学生时期，然后但是都会刚好就有人跟我就是传递到我耳朵，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受伤，然后我觉得好像这种东西不是对你没有帮助，对，然后我也不想要去讲任何的。那你现在的不参与是一个非常意识到决定下来说我不会参与这个，还是你就真的完全一点点这想法都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会抓到自己的，就是今天我都会经常会抓到自己的，就是人家一讲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也有一个意见哦，然后我一想说的时候，等一下。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所以我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你是完全没有，还是你也是偶尔会抓到说，可能，但很少，但可能偶尔会有，但是有的时候我通常会觉得那只是我自己的看到的表面上，那可能不代表不是事实，对，然后我会觉得我这样讲出来可能是不是对的。你会不会有这个想法？因为我是这样想的。你刚刚说的那个被人误会或者别人说这个东西，我完全可以连接到，因为我感觉我这一辈子经常都被人误会，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不喜欢解释自己，然后我觉得你其实也是可能是那种不喜欢去。我觉得他好像是因为你不会说话嘛，对不对？会不会？我会说话，我会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人家说什么你不会说。坐下来，然后给大家说一下真相到底是怎么样。你好像没有那个，我可能就很生气，然后就不理他。对，所以你这样子，人家会更多话要说，因为人家根本不知道你的版本，对不对？你讲的，反正我是那样子了。然后所以很多时候被人误会，但是因为我很多时候被人误会，我就知道其实大部分人知道的东西都不是真相。对。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我自己听过太多人家说我那些东西，然后就这个我知道这个不是真相，然后我就觉得哇，但是大部分人真的很相信呢。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他们跟我聊天的时候，可能一锁定说啊那个人你要小心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他一这样子的时候，我说哇这个人很锁定很肯定这个，我就会开始有点，我可能要离这个人远一点，因为有点危险。锁定是什么意思？就一定他就肯定他可能听了表面就说他一定就是这样。对，他肯定是对锁死。这他就是很肯定这个那个人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会觉得啊，然后我自己会去观察说你怎么会知道所有？怎么会知道呢？因为别人说的。那别人说的代表什么呢？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我会这样想，因为这些话语都是力量啊。你这个话语就是在批评别人、锁定别人，然后用这种比较那种的想法去想的话，
其实也是会改变了自己做的行为，然后吸引到比较不好能量的人吧。对，反正我现在我环境里最怕就是这个。我2个最怕的，一个最怕别人说别人的，然后第二最怕的是懒的人。懒的人，对，我很怕懒的人，因为我是一个很懒的人。所以我知道如果有大家都很懒，我会慢慢跟你们一样这样子。我也不做什么事情，所以我很怕那种不运动的人，不工作的人，不什么，我很怕这种人。所以命运就是环境来去影响。对，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控制的东西。真的，你说八字我们没办法去控制，对不对？对，我不能说我改一个星座吧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我发现有一个情况，因为我有2个，一个就是 Mason 刚刚有讲到，学院确实真的有这样子的人，而且团队里面也有很多，也有一些这样子的人。Mason 我跟你讲，就是我也跟他分享，因为前阵子我们不是在优化。在优化的时候，我就会去找大家去聊，就找一些人去聊，就有一个人，他就会说，我跟他聊完之后呢，他就说，他就突然间说，米娅，他要讲给我建议，他问我愿不愿意听。我那时候就想说，好了，我要给大家一个发表的机会。可是呢，可是我做了一件事。什么事？没有，那是1对1。我做了一件事，我后来把声音关掉。就是他会不会看？我随便拿，我看着他，随便拿，他点头。对，我真的能懂哎。所以你到今天你都不知道他到底说了什么呢？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但我知道他是要给我讲一些，就是有点比较是针对我不好的部分。但是在你脑海里就是米娅你很漂亮，米娅你很棒。对反正我就把他闭麦，就是我把他闭掉他的声音。你做得好。因为这在消耗你的能量啊，就是听他讲那些有的没有的靠腰。因为我觉得他给意见很好，可是呢，他如果这个东西我知道他可能会影响我，对，他如果影响我的话，那我相信 Mason 他愿意把这个责任给我的话，我相信我还是有一点能力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有些人听到这个可能会有一些想法，就是说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不让别人给意见不是让，明明是让，那你不听，那你自己怎么去成长？我觉得有些人会这样子想，就是说你自己不听进去别人的想法，那你怎么去成长？你怎么知道自己的盲点什么的？但是我对这个事情我怎么看呢？我不会说谁的意见我不听，我是看谁。对，我就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如果这个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榜样，然后我觉得我希望可以有一天像你那样的话，我有东西可以学到的，那我肯定会听。但是的话我就会听。但是问题是，大部分喜欢给意见的都是我不是说有钱没有钱或者什么，就是成功。我说成功人士就是开心快乐自由什么之类的，所有等等。对，然后通常都不是这种人，他们会给很多意见，然后我就对，反正但是我没有做过，我没有干过你刚刚说的。我干过这种事。因为因为我最怕他最后问一个问题怎么办？他说你觉得呢？我说了解了。我那时候有点不知道他到底讲完了没有，还要放大放大感觉还没有啊，我又把它记。我也干过这种事，然后就自己这样然后再就是然后吃东西然后静音。其实这样蛮好的，不会去消耗我们自己的能量，因为我们应该说我们这样子类型是因为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做到哪里，我们可以做到哪里。对。那胡阿姨，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不是因为我知道他给我意见很好，但我相信如果站在 CEO 或者是 Mason， 他们要给我，如果我真的有问题，他们就会给我意见。对，真的是看人，就是他们的高度就会给我意见。对，而且我想说，对我就想说，我先不要消耗我自己，因为我怕我多想。对，这真的是看人，看人的意见听也是很重要，这也是我们的命运之一。
要去注意的地方。然后反正我就做了这件事。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前段时间发生的，就是跟朋友一起聚餐，后来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有时候人就是有一点光芒的时候，就是也会被人家议论被人家议论的时候，就有朋友就说啊，我不是不想要跟你八卦，但他说他说我不知道我要不要跟你讲，可是因为他就有听到这个东西，可是后来反正他就跟我讲，他就说有2个人好像就说我是什么宇宙派。有2个朋友就说我宇宙派，就说哦，米娅就是那种，就是因为我就讲吸引力法则嘛，讲身心灵，就是有点小小的，就是他们就他就是宇宙派，类似这样子的。宇宙派是什么意思？反正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就飘飘的人，飘飘的人哦，是吗？对，就吸引力法则，在讲宇宙啊，在讲吸引力法则的人啊，这样子。对，我也觉得很好。你知道那天聚餐的时候，我还得了最大奖啊，什么？就是我显化了。这个最大奖是那个金钱，宇宙派万岁！对，他们就说天啊，果然是宇宙派的。对啊，宇宙派很好。酸的方式，对，用有点酸的方式这样子说啊。后来有一天你就跟我说，那2个人在说我怎样。我后来想说，对啊，我这样听他讲可以。可是后来我还是有做一件事，后来我把那2个人取关取消关注了。对，不要去。可是其实我不会很常去做这件事的人。对，他去议论你，不会去做什么事？取消人家关注，取消人家，除非我真的完全对他不认识，或是退我每天做这个事情。对对，因为我很相信，但是我发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发现。台湾人，我不想说台湾人什么坏话，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人好像很在乎，很在意这个东西。取关这种，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觉得，我们大家都有自由可以发表意见，不是吗？对。我没有回他们，当然我们会回他们，但是我的想法是，对你有自由，但是你不要来我家里发表意见，对不对？我家就是我家，对不对？我的网页是我的网页，对。你可以在哪里？发表意见，对不对？但是你来到我家就是你来我家拉一泡屎，然后我肯定会清理啊，对不对？我干嘛要放在那里？是不是？对。所以我肯定会清理。但是他们会更生气，他们会很生气。对。干嘛不让我那个？你怎么不让我发言呢？你干嘛？但是如果有一天我去他家拉一泡屎，他也会不会把它清理啊，不是一样吗？对啊，所以我觉得，好神奇哦！真的，人性真的就是，这就是要清理环境啊。对，所以我就觉得，好，把这2个清理环境，就是要把这些都清掉，把不好的东西都清掉，清一清。真的，所以我蛮认同刚刚妹子说的那个环境真的很重要。干嘛？你们在干嘛？什么东西？他在等我。对，我在等他发言。他在等我，我在等他。他在看他。你们现在是，我在想说，你们到底在干嘛？在丢球吗？对，我们在丢球。你们不要忘了，我们在讨论的是命运。命运不是，就是环境比命运要重要。我觉得大家都，就不是说比较重要。我觉得主要的是命运你改不了了，环境你可以改。你改变你的环境，你也有一部分改变你的命运。就是也会改变看自己命运的角度。是。因为有时候命运就是其实这样并不是不好，但是因为可能太负面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命运，就会真的好像不好。但其实本来一些命运它的本来就是要存在，就是你这辈子来的课题。修行。对。您这句话讲得很好。对啊，金句。就是好像现在遇到挑战的时候，就说哈哈，课题来了，来玩一下吧，就那种感觉。对。以前就是我怎么那么命苦，好烦啊，怎么都遇到这种事。真的，你这句话真的是说中了很多人现在我们已经长大人的心。有想过吗？有想过命苦这个东西吗？有我以前有想过因为我身边很多一些富二代，那他们就真的是他们的工作或者是他们很长人生胜利组，对，就是我会觉得哇，他们怎么随时就有一个，就是你随便你全身就是随便就有很容易一个奢侈品，可是他们其实工作，就还好，就阶层家业之类的。他们也没有阶层家业，因为他们工作是爸爸妈妈帮他去讲进去的。对啊，家里上班，讲进去工资也还好，也一般，就是正常的上班族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要这么努力？我要比别人多做非常努力，我才能进到一家好的公司，要比别人更努力，我才能得到我想要。我之前就会觉得，命好苦，所以我有一阵子是觉得，为什么我没有出生到这么好的家庭？后来我发现，我陷入到里面的时候，我很崩溃啊，我会觉得我的命运难道就这样的吗？后来我好像就是因为已经有点谷底了，所以我觉得不行，我不能让自己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要转变我的想法。对，所以我后来就转变我的想法，所以我会比同龄人更上进一点，更努力一点，因为我觉得我想要改变我的命运，改变我的命。所以即使我们家这个情况，所以其实有一阵子我就很常会写什么感恩日记，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一直在负面的情况，我就比较多的抱怨，所以我后来就是通过感恩练习，把自己拉回到比较好的那个频率里面之后，我就比较开始有那种上进的心，更努力的那个心跟动力。对，到现在，那其实就是我们不要去相信所谓的命运这件事情，因为像我听你这样讲，就是因为你当时是卡在命运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命运是改不了的，我们都会有这种想法出现，所以你才会陷入了那个崩溃的状态。对对对。那如果我们现在如果已经意识到了，我们其实要把命运这个东西先丢掉，反正就是活在当下嘛。对对对，真的。迎接任何的挑战再玩嘛。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去被那种所谓的算命啊、命运啊牵引了？我们就可以自己创造一个更不一样我们所想要的人生。所以那时候上超级创造者就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创造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就觉得对，我可以创造我自己的人生，我不会被什么家庭啊，或者是被我所谓的命去影响，因为我可以自己来去创造。所以你说的相信这个东西，或者觉得这个东西不公平啊、命运啊什么的，直接到20几岁都还有这个。对啊，一路其实到30岁。哇！因为我记得我最大印象，我最崩溃的那时候，有可能是疫情前后。我印象中在上海，我还记得那个地点跟时间点，就很崩溃。因为我会觉得哇，因为我身边的朋友，他们真的就家里给他们很多，尤其在上海，其实很多家庭环境都还不错。对。就是台湾人啊，家庭也很好，就是随便就真的就是富二代，随便就是一个很有钱的家庭。可是我们家虽然爸爸妈妈我算是小康，因为至少他们让我学音乐，但是也没到环境这么好。因为我每次想要跟他们要钱，他说你自己去赚啊，我可能想要多要一些，他们就说你要自己努力呀。我会觉得说哇，怎么落差这么多？我会觉得我好辛苦啊，我在找。前期我的前半生，我找工作，我工作也是一直换，因为我可能知道我不太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所以也一直在换。对，所以一路到了30岁，所以那时候进入到这个时期啊，刚好也有感情问题，所以那时候一开始是接触到那个超级创造者5天显化挑战。我上5天显化，我发现哇，这完全改变我的很多的思维，从来没有想过可以改变这个。对，还有原来我的信念可以改变，我不知道。我后来就发现，这个很好后来就加入了超级创造者。但你也因为改变了这些信念，所以你就改变了你所谓以前捆绑的那个命运2个字。对，到现在。我好像只有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可能5岁到13岁，差不多15岁差不多。会说命运不公平。对，5岁。然后但是那种是关于，但是那种不是那种是那种是因为很害羞，朋友不多。我说有些人为什么好像他们说话大家都想听，然后我说话没有人想听。对，然后为什么有些人那么多朋友，然后为什么我没有？到10几岁的时候会觉得，为什么人家可以找到女朋友，然后为什么我找不到女朋友？就是好像会有这种，然后觉得就是对自己就没有很有自信就觉得为什么人家考试那么厉害，然后我考试那么差，我的成绩那么差？为什么人家长得那么帅那么漂亮，然后我长成这样？所以我会有很多这种想法，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环境，因为我
我爸爸我不知道是不是像你刚刚说的你爸爸那种，但是他会用那种激发那种去希望可以鼓励到，用负面的东西来鼓励，但是没有鼓励到我，我反而只会觉得自己真的很差，因为他很多时候都说你看那个谁谁谁多厉害，然后对，我到现在父母也是才是这样。是吗？对。所以他们一直会说，你看人家跟我们不一样，你看人家踢足球的，因为我运动也很差，跑步也很差，反正所有的我没有，我小的时候好像没有，现在看不出来对不对？我小的时候没有一个，我现在想都想不到有任何你很棒的地方，我想不到，一个都想不到。朋友比人少，说话不会说话，成绩很差，运动很差，跑步很差，很懒。然后我爸可能很多时候就是说，你看你这个人就是注定以后只能做餐饮业，然后炒锅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是了，那可能对。然后就接下来我就找这样的工作，我就去炒锅，因为我觉得我只能做这个。但现在这些点在你身上都看不到真的。你就很努力的去改变了这些东西，对不对？你是有刻意的去做吗？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改变，可能我离家出走的时候就改变，因为我没办法，因为这是没办法，因为我10几岁、15岁我就走了，那个时候还没读完书，然后我一天晚上不见了，然后妈妈在那哭，爸爸一直很凶的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不接，我很怕，然后我就跑到另外一个城市，然后我就住一个朋友家。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好，就有朋友照顾我很好。然后可能过了1个月，因为我每天我很懒，我从小到大都很懒，所以我每天在家然后就打游戏啊什么的。然后我朋友跟我说你打算常住吗？我说你不是说我可以住你这吗？他说对，但是你会需要交房租啊或者什么的。我说你可不可以出去找工作？好吧，对，我完全不是。他会去催促你，因为他那个时候他说，反正有什么事没事可以住我家。我就是那15岁嘛，我就觉得我朋友很好我就每天在那里。然后过了1、2个月，然后他就说你不找工作吗？我说为什么要找工作？对，然后我就出去。然后第一份工作我就去找炒锅的，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不用读书也可以做到的东西，因为这个被洗脑的嘛。然后我才去做，但是可能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钱，所以一定要赚钱，然后是这强迫自己一定要努力，才有钱，才可以交房租，才可以出去玩，然后就好像慢慢就培养出来。然后我发现我好像突破了一些身边的人，然后觉得我不是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很没用的人嘛，然后觉得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我很厉害了，然后就发现原来我们努力可以改变，进步可以改变，对。然后经过那件事情，然后我就如果在另外一个东西，如果我做fashion， 如果我去做其他的做钢铁做什么，我可不可以做到？然后有一个突破，又一个突破，然后就发现原来我们都可以。然后那个时候最大的就是10几年前最大的就是演讲这个事情，就是因为这是最大的恐惧。我以前从小到大就最害怕这个东西，所以我做到那个站在大舞台上有几千人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什么都可以耶。你做到了，我会觉得原来我们真的什么都可以所以才有现在的信念了。对。原来我们什么都可以，只要我们相信，我们都可以做到。相信的力量。对，其实只要相信，你只要相信任何事情，你就会达成那个东西。对。现在我的，因为我现在的一个突破者是在音乐世界嘛，那现在所以我感觉就是妮卡现在在这个环境，在我的这个环境。因为我每天我会去观察这个东西的，然后他在录歌的时候，我会感觉他那个 OK， 他怎么抓那个 beat，或者他在freestyle 的时候，他怎么去 freestyle， 或者那个所有的东西我会去观察，然后我知道所以我对这个未来我没有任何的恐惧，或者觉得自己做不到，它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因为如果环境有很多
这样子的，我就会观察，谁做的比我好的，我会观察，为什么他可以做到这个？对，对。然后就这一次录最新的那一首歌的时候，我自己其实很我是有观察到，就因为我们可能第一次我跟你们录，可能也是在这个房间，是吗？对，就1年前。然后我就感觉我对这个东西的至少自信的那个方面有很大的改变，然后我敢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可能对我比较敢。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但是第一次你们说你发挥一下吧，然后什么意思？要不你待着吧。然后所以我完全没有那个概念，所以我这一次录歌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蛮顺利的这样子，所以我就看到自己可能慢一小步一小步这样进步很多。哇，对，我好想听哦，我还没听没唱。Master 一开始好像真的会，就我觉得就很有自信的人，然后但是一进麦克风，然后就会唱就会变得很小心翼翼，然后你说不对啊，我觉得你就会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对，我记得他有说这句话，1年前，然后就对，怎么会？现在已经1年前了，时间过好快哦。不到1年吧？有没有1年？差不多，有1年。哪一首歌？那个是没有1年，没有1年啦，没有1年。我们那时候上那个显化课，但是也有7、8、9个月了，也有7、8、9个月了，对，对，哇，半年。超过1点，半年就做好多事情了。对啊，我们这半年感觉不到半年。对啊，真的。如果你说我们才认识半年多，我们是显化实体店面是去年的2月、3月份的时候，对，3月份嘛，还不到1年。哇，云霄飞车。现在是阿飘进国吗？今天我们到这里，如果你们有任何可以连接到我们刚刚说的话，可以在底下留言。然后如果今天的这一期有任何的帮助请点个赞，然后可以分享一下今天的影片。然后如果新来的朋友还没有订阅的话，记得要订阅，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我们下次再见，拜拜。